他本是一名正义的刑警，可如今却沦落到被全城通缉，只因在审理一名人渣时一时冲动，导致对方当场暴毙。因此，他不仅丢掉了职位，并且还锒铛入狱蹲了3年苦窑。出来后，机缘巧合下成了一名网文作者。由于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他很快便坐上了刑侦悬疑分类的头把交椅。然而，就在小说爆火迎来影视改编的庆功宴上，却由于饮酒过量，当场倒了下去。再次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潮湿的马路上。我去，这是哪？我特么竟然重生穿越了，还成了灭门案的凶手，并且成功从看守所里逃了出来。不对，这肯定是在做梦。大雨中，他不停地揉搓着脑袋，试图让自己从这梦境中走出来。毕竟当过刑警的他很清楚灭门案是什么性质，更知道从看守所越狱后要面临的是什么。不对，原主不是凶手，这特么是冤枉的，是屈打成招。神级逃亡系统正式启动，是否现在抽取？果然重生和系统是标配。抽取。新手奖励抽取完毕，恭喜获得神级化妆术。特别提醒：神级逃亡系统正式发布任务，主线任务续更之前因为被捕而停更的网络小说，每次更新内容必须是3天之内的经历。支线任务1个月内找出阳城灭门案中的真凶。卧槽，这是什么狗系统？居然还有任务，不完成会怎么样？主线任务失败，将回收系统所赋予的一切，同时系统自行毁灭。支线任务失败，宿主将落网，再无翻案可能。鉴于案件性质恶劣，将会被判处极刑。不管了，先找个地方试试这神级易容术吧。大风大雨的天气，没有收衣服，屋里肯定没人。现在时间还早，也还远没到下班时间，就这里吧。你们侦查支队是干什么吃的？一个从看守所逃出去的嫌疑犯，竟然发动全城警力追捕超过48小时都无法将其缉拿归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各路媒体都会将目光聚焦到此次事件当中来，意味着咱们阳城治安局将会被打上酒囊饭袋的标签。这样的治安局该如何给百姓一个交代，又该如何给上级部门一个交代？主位上的阳城治安局一把手满脸的愤怒，在场的众人一个个都噤若寒蝉。逃犯越狱本就是严重到了极点的性质，更何况这次越狱的还是一名灭门案凶手。周巡，你作为621灭门案的侦办人，给个时间，要多久才能将那名逃犯缉拿归案？5天，再给我5天时间，一定将他抓到。哼，给不了，最多72小时。这场会议开始之前，我已经跟市府那边下了军令状，必须72小时内将逃犯缉拿归案。是，一定完成任务。老李，这次的抓捕工作由你来挂帅调度，无论如何，就算是不惜一切代价，72小时内必须要将嫌犯缉拿归案。好的，严局，我明白。刚刚都听到了，严局这次是下了死命令，你们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在72小时之内给我将人抓回来。有没有发现？李局，暂时还没有，所有监控都拍不到他的踪迹，包括疑似踪迹都没有。周学，他还在阳城市区，这话是你说的吧？对，是我说的，他一定还在阳城市区。根据他的逃亡时间点以及警方及时做出反应的全程布控节点，还有他最后一次出现监控画面中的现身地点来看，在那种天罗地网下，他绝对还在阳城市区。既然他还在阳城市区，那为什么整整48个小时，超过1000数警力都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一个大活人难道还能凭空蒸发了不成？李局，别忘了他是写悬疑推理小说的，他的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尤其是在缜密性上。所以你的意思是，阳城市区的监控覆盖率目前只在70%左右而已，所以他一定是在剩余30%尚未被监控覆盖的区域。我建议立刻发动警力，以那3、4成尚未被监控所覆盖的区域为重点进行排查。马上出一套具体方案送到我办公室。好的。周队，72小时真的有戏吗？去，马上将621灭门案的卷宗调出来给我。周队，你这是想到什么了？他在逃出看守所后，为什么要往市区方向跑？你的意思是，凡是有点脑子的都知道，在监控覆盖密集的市区中进行逃亡，绝对是死路一条。而他作为一名心思缜密并且具备极强推理性的网文作者，难道不知道藏身市区的风险会有多大吗？周队，你的意思是他之所以会在逃出看守所后选择逃往阳城市区，目的并不是单一性的逃亡。主线任务成功更新，奖励10积分。奖励积分，不错，居然还有意外的惊喜。
打扰一下，见过这个人吗？这不是那个通缉犯吗？没见过。要是见了，我还不得赶紧马上报警啊！出入多加留心一下，如果发现此人踪迹，第一时间报警处理。明白。这不用交代，打击罪犯人人有责，配合警方除害，更是咱们所有公民应尽的义务。行了，忙去吧。不对，刚才那个男的有问题。怎么了？他的头发感觉是套上去的，而且他身上的衣服尺寸明显有些偏小。还有，一般人听到通缉犯不会表现得如此淡定从容。卧槽！怎么办？要不要向上面汇报情况？算了吧，他跟照片上的逃犯也对不上，应该不是那名通缉犯。周队，那本《绝地求生》的小说恢复更新连载了。你说什么？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绝地求生》这本小说的作者正是621灭门案的凶手，可随着作者被捕，考虑到影响，那本小说已经全网下架，包括账号也早就已经被封禁。是真的，更新的内容还是以叙述形式写的，主要是讲主角因为621灭门案被治安局上门带走后的一系列经历，以及如何从看守所逃出来的全过程。马上打开那本小说。是。不敢有任何迟疑，文职侦查员迅速打开了小说作品页面，一张长达7000字的内容随即出现在众人的眼前。直至被带回到治安局的审讯室中，我仍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他们说出那场灭门案。但当时的我依旧是抱着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心态去面对他们的所谓审讯。可是很快，我发现了不对劲，他们似乎已经笃定了我就是那场灭门案的凶手，要我提供不在场证明，我提供不了。毕竟作为一名深居简出的独居网文作者，在家里头没有安装监控的情况下，不在场证明无疑是不现实的。于是，我看到了那名审讯侦查员脸上的冷笑。我想我永远都忘不了他看向审讯室上方角落时的那个表情，因为那成了我梦魇的开始。72小时的高压刑讯下，我经历了文字已经无法形容的非人道折磨，在身体以及心理还有精神全面崩溃的状态下，唯一支撑我的只剩一缕不甘。是的，就是不甘，因为我没做过，因为我是无辜的。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熬过那段生不如死的度秒如年后，2份报告拍在了我面前，一份是案发现场的 DNA 生物检材鉴定结果，一份是遗留在案发现场的指纹比对结果，全都跟我的 DNA 及指纹比对上了。看着那2份鉴定报告，我遭到了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晴天霹雳。我说我从未去过案发现场，甚至被带回治安局之前，我都不知道有人照着我写的网文内容制造了一起复刻式的灭门惨案。但这些说辞在鉴定结果面前已经成了苍白无力的无谓狡辩。那一刻，在所谓的确凿证据面前，我知道天塌了。再后来，我被转移到了阳城第一看守所，也是从被转移到看守所的那一刻起，我有了越狱的想法。是的，我必须越狱，否则等待我的将会是已经被既定的死路一条，而我不甘就这么枉死，不甘就这么成为极刑下的冤魂。所以，从进入看守所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留意着周围的一切，留意着一切能够给我提供越狱的资源条件。时间过得很慢，当来到我在看守所的第25天时，将近1个月的无时无刻筹谋与准备让我迎来了机会。那一天，我暂且将其定义为我的新生之日吧。听着那些从耳边呼啸而过的警笛，我似乎已经不再为之恐慌了。我不奢望高高在上的阳城治安局能够明察秋毫还我清白，我只知道既然自己已经落入了这步田地，那就索性让接下来的人生变得更加绚烂些吧。于是，距离阳城第一看守所不足2公里的分岔路口中，在逃亡外市或者逃亡市区的选项中，我选择了后者。我知道这个选择会让我的逃亡之旅无限拉高风险系数，但相比起当一条狼狈的丧家之犬，我宁可主动向阳城治安局宣战。我就在阳城市区，来抓我吧！该死，真是该死！证据确凿，所有线索全都指向他，指纹跟 DNA 鉴定结果更是铁证如山，竟然还敢在这喊冤枉！周队，他会不会是在迷惑咱们，让咱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放在阳城市区，借此给他的下一步逃亡留出更大的空间？查他登录作者后台的 IP 地址，以及立即联系西红柿小说平台，让他们马上下架屏蔽这本小说。阿泰，你立刻带人前往621凶案现场周边进行蹲守。是。他会再去621案发现场的，一定会的。周巡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只是在那一缕厉色之后，随即又露出了几分的挣扎。周队，你这是开始动摇起之前的侦办结果了吗？老李，你知道的，我一直就不同意621案过早盖棺定论，奈何李局不顾我的意见，强行要求要迅速结案。这篇小说一出，关于他在审讯室里的自述经历，必然会将阳城治安局跟咱们侦查支队推到风口浪尖的。你打算如何应对？一个越狱逃犯的自述，暂时是掀不起太大波澜的。
即便是事实都好，上头也会给兜住。可如果这真是一桩冤假错案的话，林国栋话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周巡闻言，脸上顿时变得一片阴郁。显然，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那对阳城治安局、对侦察支队，包括他周巡在内，都将会是一场灾难。果然不出所料，以前的住处还是有便衣在蹲守。不过以我前世作为刑警的经验，这个时候蹲守的人员也就是走走流程而已。他们绝对想不到，一个逃犯还敢回自己的老巢。还好，几万块的备用金还在，这至少能让我接下来的逃亡之旅会轻松很多。刚刚松了一口气，一抬头，架立在窗前的望远镜瞬间又使他陷入了一阵挣扎。正是这个望远镜给他带来了万万没想到的麻烦，因为这台望远镜看出去的地方正是621凶案案发现场的方向，而这也成了治安局那边认定他是621案真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点意思，这是认为我一定会去621案的案发现场吗？如此看来，连你们侦查那边也都认为我有可能会是无辜的了吗？认为我会想办法去洗清自己的嫌疑吗？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好好玩一玩。指望你们给我洗刷冤屈是不可能的了，那就看是你们抓到我先，还是我自证清白在先。离开住处，他一路就近来到了距离不远的商业街，先是扫了一大堆的各种化妆用品以及假胡须、假头发，然后又前往电子设备店买了台手机跟笔记本电脑。一切就绪后，他一头便扎进了附近的咖啡店。本来想着过几天再更新的，但突然间有些按捺不住了。可能是我飘了吧，担心治安局那边找不到关于我的线索，那样一来无疑会很没趣的。言归正传，回到我的逃亡经历中，9月29，在治安局继续加大警力的投入后，路上的设卡盘查明显比昨天多了许多。周队，西红柿小说那边说技术原因无法下架那本《绝地求生》，另外他们一再强调那本小说以及账号也不是他们放出来的。什么玩意？无法下架？他们这是在开玩笑吗？他们应该不敢在这种事上敷衍咱们，而且也没有跟咱们耍太极的必要，所以大概率是黑客入侵了西红柿小说网，并且在后台动了手脚。为此，西红柿小说网那边表示他们会以最快速度解决相关问题，对那本小说以及作者账号进行下架封禁。该死的，难不成他背后还有那些所谓的黑客不成？对方登录西红柿小说网作者后台的 IP 地址揪出来了没？锁定了，挨着老城拆迁区的出租房片区里面，麦麻街176号5楼503。走，现在就过去。我们是治安局侦察支队的。侦察支队，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报警。报警？什么情况？我家里进小偷了，不见了一套假发，还有我的化妆品也被人用过，不知是哪个挨千刀的混蛋王八蛋，我花2个月工资买的化妆品，自己都不舍得怎么用，竟然被搞掉了一半。我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脑吗？借电脑？不对，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呀？这里疑似出现过一名咱们警方要找的嫌疑犯，现在按常规例行检查，请配合。嫌疑犯出现在这附近，是那个最近越狱的逃犯吗？现在是我们对你进行询问，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询问。说说吧，你叫什么？楚玉儿。周队长，你知道西红柿小说里的那本《绝地求生》吗？那本小说里写到他是无辜冤枉的，是被屈打成招的，真是这样吗？趁着周巡停顿下来的间隙，岁数不大的楚玉儿无比好奇地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来，好似突然对通缉犯这3个字没有了任何的畏惧感。周队，有结果了，是他。我去，真的是他。一位爆款小说作者越狱后让警方掘地3尺都找不着人不说，还复更了之前的小说，连载更新自己的逃亡经历，并且最新章节的最后一段话还公然宣布自己就在阳城，让阳城治安局去抓他。这种表现让一个刚从象牙塔出来不久的小姑娘内心顿时升起了崇拜之意。我想你可能要跟咱们回一趟治安局了。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回治安局？凭什么？就凭协助警方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更何况警方要找的嫌疑人还在你家出现过。你说你要不要跟咱们回一趟治安局？我现在是受害人，现在是我不见了东西，是我发生了财产损失，你们却要调查我，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们这是让我更加相信小说里面说的那些自述了。混账！咱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同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请你回治安局只是录个口供协助调查而已，不用担心任何的迫害。另外，我想我有必要警告你一声，你口中说的那个人现在是越狱犯，全城通缉的越狱犯，
你宁可相信一名越狱犯的所谓自述，都不愿意去相信治安局，你不觉得荒唐吗？周队，那家伙太猖狂了。他不仅仅是用那台电脑进行的小说发布，而且他所更新的小说内容极有可能都是在那台电脑上码的。换句话说，他是在警方的眼皮底下潜入的503，并且在警方眼皮底下码的字，这摆明是在向咱们发出公然挑衅。去把这栋楼所有出入口的监控画面调出来。楚月说他那些化妆品被人霍霍了一半，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是利用那些化妆品进行了伪装。是，周队。苏曼离开后，周巡陷入了沉思。这几天的交锋让他这位侦察队长升起了极其不好的预感，直觉告诉他，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从警以来最为棘手、最为难缠的对手。老宋，借用一下身份证，原谅我的不问自取，对不住了。他口中的老宋全名叫宋志飞，是他初中时期最为要好的同学。原本家境优渥，但自从染上了网赌后，便将家底输了个底朝天，其父母遭受不住那种打击，都活生生被气死。模样有了，身份有了，接下来是时候跟阳城警方好好玩一玩了。周队，麦麻街的监控调出来了，画面中的确出现过一个可疑男子，根据他的行动轨迹来判断，很有可能是从麦麻街176号出来的。就这点线索吗？这看着也不像嫌疑人啊。不，还有。这2名同事有可能见过该名男子，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又感觉哪里不对。如果见过的话，按理说应该会例行盘查才对。要是对方真是那名逃犯的话，怎么可能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对方大概率是化妆乔装了。化妆乔装？不是，周队，他一个男的，而且职业还是网文作者，难道还能通过化妆去易容不成？能不能的，问一下就知道了。楚月现在应该还在做笔录，去让他辨认一下，看看这名男子的头发是不是他家里不见的假发。是。另外，马上找到那2名同事，问他们是否跟该男子打过照面，是否跟对方有过交流。如果有，让他们马上来侦察支队一趟。明白。待到几名侦查员散去后，周巡慢慢皱起了眉头，嘴里开始喃喃自语：你会去哪？你接下来会干什么？是逃亡，还是想查621案？刚说到这里，他内心顿时变得五味杂陈，因为对方接下来若真是要去查621案的话，那就基本能够肯定对方是无辜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阳城治安局侦察支队真的是办了一起冤假错案。想到这里，周巡的后背不禁微微渗出一阵冷汗。周队，楚玉儿那边已经确认，监控中男子戴的就是他家不见的假发。这2位是当时在麦麻街巡查的同事。2位伙计，你们傍晚那会在麦麻街附近见过这家伙吧？2名民警只是看了一眼监控画面，神经一下子就紧绷起来。身为治安系统中的一员，怎可能意识不到问题所在？也正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敢再抱有任何的隐瞒心思。见过。你们当时盘查他了吗？没有。当时因为他没有多少异常之处，而且他的样貌跟通缉犯上的照片出入很大，所以就没去对他进行盘查，只是拿通缉犯的照片问他有没有见过。老林，你带他们去做个笔录，具体说说当时的详细情况。周队，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协助他？不然以他一个男性网文作者，根本不可能会有如此厉害的化妆手段，这放在整个化妆界，绝对都是顶级的化妆技术了。是否有人协助他的事先放在后面？你现在马上根据他的离开路线，对沿途周边的监控进行查看。另外，再将逃犯的最新画像传到各个搜捕单位，让他们对所有酒店、旅馆、网吧、洗浴中心等等类似场所重新发动突击检查。高强度的长时间逃亡，如今有了新的面孔，我想他应该会好好让自己休息休息了。周队，如果换作我是他的话，我一定会利用新的面孔赶紧逃出阳城。虽然他在那本小说里写道自己不会离开阳城，但那极有可能是给我们警方扔的一个烟雾弹。他想不想离开阳城是一码事，他能不能离开阳城又是另外一码事。目前离开阳城的各个出入口都在设下盘查，他虽然通过化妆有了新面孔，但是他如何解决身份问题？一旦遇上盘查，他如何应对？所以选择这种节骨眼去试图逃出包围圈，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风险太大。可是，好了，48小时的黄金抓捕时间早已过去，所以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赶紧将我说的通知下去。是。警官，你们这是例行检查。例行检查，不是下午的时候才检查过吗？下午是下午，现在是现在。有见过这个人吗？没有。确定？确定，就这帅气模样，要是出现过，我肯定会盯着多看几眼的。
咱们当前台的唯一乐趣就是看帅哥了。上去看看。什么破酒店，还他妈让不让人睡了？卧槽，什么情况？怎么这么久才开门？抱歉，我这不是在睡觉呢吗？没听见。你叫什么？哪的人？就你自己在这房间住吗？宋志飞，本市的。我倒是想有女朋友跟我一块住，这不还没找着呢吗？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谢谢。好，您稍等。打扰了。没事，应该的。下午刚刚才查过，这么快又来查，看来这是已经找到那间出租房了。这样一来，十有八九警方已经掌握了我在出租房换的新容貌。那下一步他们一定会根据我监控下的行走路线，查到我回过小区住处，发现望远镜被我拿走后，他们就会意识到蹲守在621案发现场的便衣已经暴露，由此大概率就会撤掉那边的蹲点布控，然后再根据我从小区出来的监控追踪到我去了商场，接着得知我买了大量用来伪装易容的东西，最后进入到咖啡厅，线索将会在我离开咖啡厅后前往外面的监控盲区时中断，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随着思绪的纷飞，让他一时间完全没了睡意，于是索性拿出笔记本来进行存稿。说到那2位民警，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会成为警方的新线索，因为那栋出租楼对面的商铺外头装有监控，不过根据距离，一定是覆盖不到那栋出租楼的出入口的。而警方那边将会根据我发布张杰时的 IP 地址，锁定我当时发布张杰的具体位置。时间来到凌晨，阳城治安局大楼里仍旧是灯火通明，监控追踪到了。随着一声欣喜雀跃的尖叫，刹那间，连同队长周巡在内的一众侦查员全都扑向苏曼。这是狱警世家小区，这家伙竟然在便衣警员四处布控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回自己住处去了。全体都有，马上出发狱警世家。二虎，立刻联系一下，看当下在狱警世家小区周围的是哪个兄弟单位，让他们以最快速度封锁狱警小区的各个出入口，对所有出入人员进行无差别盘查。是。周队，根据后面的监控录像显示，逃犯在这待了30分钟就离开了，除了保险柜里面的几万块钱被拿走了，另外衣柜里面还少了几套衣服。你这么大费周章的冒着风险回来，就为了拿点钱和几件衣服吗？周队，有发现？我记得上一次过来的时候，这里是有个望远镜的，现在没了。你说什么？你上一次过来，这儿还有个望远镜？对，是的。你确定上次过来的时候，这儿还有个望远镜？确定。该死！周队，621案犯罪嫌疑人住所中的那台望远镜，你当时是不是没有取走作为物证？这突如其来的发问，让此时正在621案案发现场附近进行蹲点的侦查员阿泰瞬间汗毛直立。记忆深处迅速浮出了当天在搜查嫌疑人住所时的一幕幕。他清楚地记得，刚要拿走那台望远镜时，一直聚少离多的女友突然打来电话提出分手，并且直言准备开展新的恋情。这让他顿时如遭雷击，心态大崩，导致离开时便忘了带走望远镜的事。周队，今年已经是你加入侦查支队的第4年了，你他娘的竟然连这种错误都能犯，有你他妈这么干侦查的吗？你知不知道，正是因为你犯的这个错误，会导致咱们错失将嫌疑犯抓捕归案的机会。周队，你说我犯下了严重错误，我认，我也接受一切处分，但要说导致咱们错失抓捕那个杂碎的机会，我不服。你个猪脑袋！如果不出意外，嫌疑人大概率会重返621案案发现场，但现在他已经成功潜回到他的住处，通过那个望远镜，以他的反侦查意识，你觉得他会不发现你们在蹲点吗？如此一来，他还会重返621案的案发现场吗？周队，我错了，这话留着跟你老舅说去吧。周巡情绪有些失控地挂断电话，身旁的侦查员们无不都在听到这话后颤起了脸，因为阿泰的舅舅是李宏伟李副局，这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通知铁头小郑他们，都他妈不用蹲守了，既然已经暴露意图，那就无谓再去浪费时间跟人力。线索再一次随着他离开狱警世家小区而中断，这对于市治安局侦查支队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随着时间的流逝，直至凌晨3、4点的时候，新的线索才姗姗出现。周队，有发现，那家伙竟然跑到商场去了，胆子可真是够大啊！他就不怕遇上巡警的盘查吗？别废话了，赶紧看他都干了些什么。闻言，一众警员随即将视线转移到了大屏幕上。屏幕中，只见他先后光顾了化妆品店和假发店，接着又进入到某品牌的电子产品店中待了一会，之后在监控镜头前留下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后，便又随之消失不见。该死，真是该死！他这是在向我们赤裸裸的挑衅。
周队，他介入的那家假发店我有去过，里面都是卖那些假发饰品之类的东西。由此看来，他是打算用易容伪装的方式跟咱们警方斗法了。如果他又进行了新的伪装易容，那就意味着咱们现在所掌握到的面貌信息又得失效了。此言一出，现场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沉。在对方能够频繁换脸的情况下，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抓捕的难度，就跟在茫茫大海中进行无休止的捞针没什么区别。马上前往这家商场，调取他们的商场监控，只要他还在里头，不管怎么易容变脸都好，都能将他给揪出来。周队，现在可是凌晨3、4点，还有，如果对方真的频繁换脸，那么时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在阳城市区监控覆盖率目前只有不到70%的情况下，假如他拐入那些监控覆盖不到的地方，那咱们一样得回到原点。然后呢，咱们就什么都不干了，等他来自首吗？只要有迹，那就可循。只要他还在阳城，就算掘地3尺，都要把他揪出来。去，不管现在几点，马上联系商场的负责人，对嫌疑人现身过的店铺进行走访询问。不管他们现在在干什么，立刻让他们配合调取商场的监控。咱们失去的时间已经够多了，不能再耗下去了。是。也不知道那群酒囊饭袋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个恶魔抓捕归案，这都过去3天了都。可不是嘛，查驾照、查酒驾、查戴头盔，没谁比他们牛了。还有扫黄也是，那叫一逮一个准。但真到抓那些犯罪分子时，得3天了，毛都没抓着一根。我昨晚开车回家，10来公里的路，硬是被查了6回，花了1个小时才到家。这他娘的是越想越窝火啊！合着要是他们一直都逮不着那个越狱犯，那咱们老百姓就得没完没了被他们折腾不成？对了，你听说了没？那家伙在作案前不是什么网络小说作者来着吗？听我闺女说，他在从看守所跑出来后，又干起写小说的老本行来了，而且还是写他的逃亡过程。对，没错，我昨天看了那本小说，现在都感觉那人可能真不是凶手了。要不然，一个敢公然挑衅治安局的狂人，至于不敢承认自己是凶手吗？我看啊，这10有8、9是屈打成招的。毕竟这种事又不是没发生过。前几个月，一个大学生做了足足15年冤狱，虽然放出来后赔了100-200万，可失去15年的青春，赔100-200万顶个屁用啊！看来我预料的不错，蹲守在案发现场的侦查人员都撤了。来到案发现场，一股让人倍感窒息的阴森感当即便扑面而来。不过这对于前世当刑警的他来说，并未产生任何的不适。你真的是将书中的内容1比1的进行还原了吗？凶手为何要制造这么一起案件？难道真的是想制造能让自己置身事外的完美犯罪吗？另外，根据对方能够轻松潜入案发现场的这一点来看，凶手有可能是了解受害者一家的，但他为什么又要嫁祸给原主？难道凶手跟原主以及受害者一家之间都有着某种牵连？根据警方的简报，原主的那枚指纹就是在这洗手台上被提取到的，说是作案后前往洗手间洗手，才导致在开关上留下了那枚未被完全抹除的指纹。从现场来看，除了能分析出有一定可能是熟人作案之外，便没多少信息线索能够捕捉的了。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弄到警方的621案卷宗才行。看着对面镜子中的宋志飞，他突然升起了一个超级疯狂的想法来。周队，他又更新了。什么？他又更新了，10分钟前更新的。本来想着过几天再更新的，但突然间有些按捺不住了。可能是我飘了吧，担心治安局那边找不到关于我的线索，那样一来无疑会很没趣的。言归正传，回到我的逃亡经历中。我去，像这种性质的抓捕，不都是天罗地网吗？怎么感觉这么假？假个屁！质疑作者虚构的，那是你们不了解阳城。去年一个小毛贼抓了3天3夜都愣是没抓到，最后还是发动群众协助才搞定。就这，你们好好想想吧，不敢说再多了，怕被警局喝茶。就没人奇怪这本书为什么还没被下架，作者账号还没被封禁吗？这究竟是西红柿小说那边头铁，还是说另有玄机啊？按理说都不应该啊。一条条评论就像一记记耳光，响亮地扇在了一众侦查员的脸上，怒火与憋屈瞬间充斥着整个现场。查，马上去查他更新内容的 IP 地址。另外，继续给我联系西红柿小说那边，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李局，马上到我办公室来，马上。好的，我这就过来。周巡，
你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那个该死的逃犯他还能在网上写小说，而且还是所谓的经历自述？为什么那个什么西红柿小说网还放任着那本小说在进行连载？这就是你的工作成果吗？你知不知道那本小说现在引发了多大的影响跟轰动？知不知道那本小说给咱们阳城的领导带来了多大的麻烦？这不仅是你我的耻辱，还是阳城治安局的耻辱，甚至是整个阳城的耻辱。李局，关于那篇小说，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和西红柿那边进行了接洽，要求他们务必以最快速度下架该小说以及封禁作者账号，但他们那边反馈回来的是根本就下架不了，所以我高度怀疑是有黑客入侵了他们的网站，并且对小说网站后台进行了权限控制。上头领导要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还有，你周巡不是说对方一定会出现在尚未被监控所覆盖的天眼盲区吗？可那家伙不但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天眼监控下，还回了一趟他在御景世家小区的住处，并且最后还潇洒从容离去。你给我解释一下。对于李宏伟知道嫌犯逃回御景世家小区一事，周巡并没有感到有多意外，毕竟他的亲外甥就在侦察支队。之前我们并未掌握到对方还有通过化妆进行易容伪装的能耐，所以判断错了追捕方向。我不管那么多，严局已经发话，咱们最多只有72小时，如今已经过去了超过20个小时，所以留给你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若是不能按时将其抓捕归案的话，上头必定会介入，那到时候你应该清楚意味着什么。我尽力，不是尽力，是务必。如若无法将其按时抓捕归案，无论是你这个侦察队长还是我这个副局长，估计也就都当到头了，你明不明白？周队，你去休息一下吧。自从嫌犯从看守所中逃脱后，你几乎就没休息过。这么下去，铁人都扛不住啊！老林，你有没有发现，对方好像每次都是故意给我们留下的线索，故意让咱们警方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很像是提前安排好的一样。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争取时间差。如果我猜的没错，不出意外，他现在应该回过621案案发现场了。他为什么要重返621案的案发现场？难道是为了欣赏自己之前那丧心病狂的杰作吗？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不是621案的真凶呢？老林的一句话让众人内心顿时一惊，一个个全都神情凝重起来。如果这真是一起冤假错案的话，那他们这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吃不了兜着走。特别是阿泰，因为当时审讯时，由于刚被女友抛弃，所以出手最狠的那个人就是他。然而在全网聚焦热议的这种情况下，哪怕他有一个好舅舅，也怕是很难保住他。老林，你什么意思？指纹比对、DNA 鉴定，包括他自己最后给出的供述，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这么多证据还不能证明他是真凶吗？那你说说，他的动机是什么？还能是什么？沉沦于自己的创作世界中，为了制造完美犯罪，这还不足成为他的动机吗？而且他自己也承认，就是为了制造一起挑衅警方的完美案件。那我问你，既然是奔着高智商完美犯罪去的，他怎么可能会因为不小心而在洗手台上留下自己的指纹呢？老林，合着你这意思是咱们冤枉他了，是咱们抓错人了吗？我只是想说一下我的看法而已，没别的。够了，大家轮流去休息一下吧。留一半的人值班，晚上8点准时交替。留守的人继续从监控上出发，看看能不能通过监控追踪到新的线索。是。周队，你希望对方是被冤枉的，还是希望对方是真凶呢？如果可以，我希望真是我们抓错人了，否则的话，怕是他还会继续作案。那如果他真是被冤枉的，换做你是他的话，你接下来会怎么做？必然是想办法洗清自己的嫌疑。可基于目前这件案子的情况来看，想要洗清嫌疑，除了找出真凶之外，再无其他。不过说句不好听的，也许你愿意承担冤假错案的代价，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担的。对方若真是冤枉的，那必然会让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了。终于出来了。您好，这里是114，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我刚才不小心刮到了车牌号为南 TYY626的汽车，但我联系不上车主，您这边能帮我联系一下车主吗？我在原地等他。好的，请稍等，这边为您联系。喂，泰哥，醒醒，
卧槽，你是谁？周队现在在局里吗？你怎么还不睡？晚上8点就得过来换班了，你可别给睡过头，不然周队又得发飙了。知道了。周队现在在局里吗？他去621案现场了，我马上也得出去走访。怎么了？你找周队干嘛？没，那没事了。阿泰，你怎么回来了？泰哥，你不是回去休息了吗？回去刚睡下就做了个梦，惊醒后想到了一些线索，跟周队说了后，他让我回来确认一下卷宗上的记录内容。你这声音咋回事？没事，睡下醒来之后就这样了，应该是没睡好的原因。注意点啊，可别把身体搞坏了。知道了。怎么感觉怪怪的？感觉怪怪的，怎么了？如果要核对卷宗上的内容，周队直接打个电话让咱们去核对不就行了？犯得着让阿泰特地过来一趟吗？嗨，你新来的啊，不了解咱们这位皇亲国戚吗？保不齐人家可是拿着当成邀功的机会呢。行了，别阴阳怪气的了。望远镜那事，周队已经对他有偏见，或许他是想着积极点，以此去消除周队对他的成见吧。看你说的，怎么还扯上阴阳怪气了呢？就开个玩笑而已。周队，监控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暂时还没有。周队，阿泰那边的新线索是什么？阿泰那边的新线索？什么新线索？阿泰不是说他想到了一些线索，跟你汇报之后，你让他回来核查621案的卷宗吗？你是说阿泰刚才回来了，并且还对621案卷宗进行了核查？对啊，说是你让他来的。他待了多久？有10几分钟吧。该死，阿泰压根就没给我打过电话，更不存在让他回来核对卷宗之说。退一万步，就算他真想到了什么需要核对卷宗内容的新线索，我他妈可能会让他特地跑一趟回来进行核查吗？咱们侦查支队里的在岗人员都是摆设用的木头人马。周队，你是说刚刚来的那个人不是阿泰？别废话了，马上去一趟阿泰的住处，不出意外，他应该出事了。周队，你说他不会已经把阿泰给……不会，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他的目的只是卷宗。这么急切的想要知道答案，难道他真的不是621案的真凶吗？随着苏曼的一句疑问，在场所有侦查人员的内心跟着动摇起来。毕竟，如果对方真的是621案的真凶，那他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盗取一份案件卷宗。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无辜的。呵呵，这是已经反应过来了吗？唐文旭，45岁，阳城3中初2级语文老师；魏文慧，39岁，阳城第2人民医院的护士；马淑芬，71岁，前阳城福利院的职工；唐浩宇，8岁，阳城一小2年级3班学生。问题究竟是出在你们当中的哪个人身上？愚人节这种绳结在生活中可并不常见，凶手是如何拿到我的头发以及指纹的呢？陷害我对他有什么好处？还是说我跟受害者一家与他之间存在着3者恩怨关系？但问题是，我压根就不认识受害者一家。难道凶手认识我？这卷宗上也没有什么蹊跷之处，看来只能逐个去深挖了。周队，咱们到阿泰家里了。什么情况？说。阿泰入睡后，家里被人潜入，对方先是把他叫醒，随后又直接给他弄晕了。在之后的事他也不知道了，只知道醒来时双手双脚已经被反绑，嘴里也被塞满了袜子，无法喊叫出声。他看清对方的样子了吗？样貌阿泰没见过，但他家里装有监控，上面显示对方是易容成阿泰的模样后出的门。也就是说，之前出现在咱们侦查支队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通缉犯无疑了。知道了。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这件事要是被那混蛋发布到小说中去，那酒囊饭袋的标签就算是牢牢的给我们刻上了。喂，李局，过来我办公室一趟。好，我现在过去。李局，这事给你介绍下，这几位都是省里下来的。这位是省里的刑侦专家徐华林徐教授，这位是省里的犯罪心理学专家高明月同志，这位是省里的技术专员林东同志。李副局长过誉了，我可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来给徐教授打下手的。上头这么快就介入了吗？这未免也太不信任我们了吧？周巡怎么说话的？还有没有纪律了？周队长，省里并不是怀疑你们阳城治安局的能力，而是那本绝地求生的小说影响太大，所以我主动跟上头请缨前来协助，
并且我也是阳城人，还跟在逃嫌疑犯是高中同学，所以你不必想太多。什么？你是阳城人，还跟逃犯是高中同学？是的，土生土长的阳城人，我是上了大学才离开的阳城，而嫌犯是我高中3年的同窗，对他我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怎么说呢？至少比你们要更加了解。这一越狱事件，如今已经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且还在不断的加剧蔓延。所以我想，咱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最好是现在就召开一场简单的案情分析会，也方便咱们去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件。好，那就现在开始吧。会议室里，周巡将嫌犯逃离看守所后，他们阳城治安局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及方案进行了讲述，还有相应的监控录像也放在了大屏幕上进行播放，就连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耍了一次又一次的过程，都全然没有隐瞒，一五一十的在复盘中说了出来。而这一系列操作，让李宏伟脸上倒是有些挂不住了。你他妈的周巡，这是要干嘛？什么都讲出来，这不是在当着省里几人的面，直接承认我们阳城治安局无能吗？第一张是他本人的真实面孔，第二张是他潜入麦麻街176号503房之后出来时的面孔，最后一张则是他潜入咱们侦察支队队员阿泰家中出来后所伪装出来的面孔。你说什么？他竟然潜入到阿泰家中去了？他这是胆大包天到什么程度了？更加胆大包天的还在后头，他潜入咱们侦察队员阿泰家中后，控制住了当时正在睡觉的阿泰，然后驾驶阿泰的汽车来到咱们阳城治安局，在所有人都没察觉到异样的情况下，将621案卷宗上的内容进行拍照带走了。你说什么？你们李局，由于这是刚发现不久，所以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明月，想不到你那高中同学还有这身本事啊！我也很好奇，大学时期我跟他因为聚会也见过几次，但从没听说过他有这么高深的化妆技术。这个暂且放一放，现在分析一下案情吧。从周队长刚刚的讲述来看，我认为目前摆在眼前的就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621案。无论是他在小说中多次提到自己是无辜冤枉的，还是他伪装易容成侦查员盗取案件卷宗，这些迹象都在表明他想自己来查这个案子，从而还自己一个清白。那么这便是咱们对他开展追捕的最佳方向，也是目前唯一的方向。徐教授，我认为这都是他放出来的烟雾弹。在我看来，621案的真凶除了他之外不会再有别人，这是证据确凿的铁案，不存在冤枉的可能性。卷宗我刚刚看了，指纹比对、遗落生物检材所得出的 DNA 鉴定结果，以及案发前后有人看到的身影以及指认，另外对方完全无法提供任何的不在场证明，从这种种迹象来看，确实足以定罪了。听到高明月说出的这些话后，李宏伟心头莫名的轻松了许多。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可以排除徐教授刚才说的可能性了？不着急去排除那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情况，假设对方有人格分裂症，那这一切也就说得通了。毕竟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案例中也是有过一些先例的。这他妈的都是在鬼扯些什么，还往人格分裂症上套，简直就是扯淡。看来上面这次派下来的又是一群废材。这个观点有点说不通。如果他有人格分裂症的话，那在过去1个多月的拘押期间，多少也会流露出一些迹象才对吧？但事实是，他的精神似乎并未表现出任何的不正常来。人格分裂症是有潜伏性的，并不是说在某段时间里就一定会表现出来，它是具有随机性的，往往有可能在受到某种刺激时才会激发出体内的另外一个人格。打个比方，就好比他写小说，当他沉浸在自己所勾勒的世界中时，会让他在无形中迷失，从而将自己带入到那个虚构的世界当中，继而不受控制地激发出体内的第二重人格来。既然高同志跟徐教授都是这么认为的，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以621案为方向，他既然想自己去查这个案子，那就一定绕不过死者一家在生前的人际关系，比如卷宗上出现过的那些名字，他应该会想办法去找那些人的。意思是说，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密切留意那些在621案上给咱们警方提供过信息的人。对方竟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盗取卷宗，那肯定是想通过这个卷宗来寻找线索。所以，明月同志说的没错，他大概率会去接触那些给警方提供过信息的群众。明白了，回头我就安排下去。那就先这样吧。明月姐，你开始说的人格分裂症，我怎么觉得很牵强啊？觉得牵强就对了，那是明月为了敷衍，或者说是为了稳住阳城治安局的那些人瞎说的。啥？敷衍阳城治安局的那些人？啥意思？试想一下，如果嫌犯真的是被冤枉的，在目前舆论这么大的情况下，那对于阳城治安局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必须得暂时稳住他们先，不能一上来就认定这有可能是一场冤案，否则绝对不利于接下来的工作开展。明月姐，
你这是也认定621案是件冤案吗？我也不知道，但不管他是不是真凶都好，目前来说都是通缉犯，必须要将其归案在先。不过话说回来，在我的内心层面是不希望他是真凶的。以我对他的认知和了解，我觉得他是真凶的概率并不高。说得不错，从现在掌握的线索来看，这件案子的疑点确实是重重的。既然这么多的疑点，那羊城治安局和侦查支队难道就一点都没意识到吗？小羊城出了性质如此恶劣的灭门案，作为羊城治安局的领导，压力可想而知。建立在这种背景下，当案发现场的遗留指纹以及生物检验都跟嫌犯对应上后，基于破案的羊城警方认定他是作案凶手也是正常的。可这是不是也太儿戏了？小宋，你是做哪行的呀？我们这栋公寓里可住着不少精英人士，就连警察都有呢。那就你这间房对面就是，还是位美女警官？啥玩意？警察？我一个通缉犯跟警察住对面，这不开玩笑吗？呀，苏警官回来了呀！我操，这不是治安局侦查支队的那位女侦查员吗？特么的，不会这么巧吧？芬姐，您这是？这不303已经空出一段时间了吗？正好这位靓仔想租房，我就带他过来看看。小宋，你跟苏警官认识一下，要是你租下来的话，那就跟咱们苏警官是对门邻居了。苏警官，你好，我叫宋志飞。宋先生叫我苏曼就行，不用叫什么警官的。再说，我就是一个普通职员而已。芬姐，那就先不打扰您带客户看房了，我先回屋。哎，好好。咱们苏警官现在好像还是单着，你如果还没有女朋友的话，这可是个机会哦。芬姐，别开玩笑了，我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可不敢高攀。什么高攀不高攀？瞧你这话说的，这未婚男女之间讲究的不就是一个对眼吗？要是看对眼了，还哪有什么职业屏障？芬姐，咱们还是先看看房子吧。哦，对对，你跟我来。徐教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问你，假设621案的真实背景是仇杀，且凶手不是目前的逃犯的话，那凶手为什么又要如此刻意的栽赃陷害给他呢？若是这个假设成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嫌犯和凶手以及死者一家这三方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最起码是凶手对于嫌犯和死者一家都是有仇恨的。分析得很对，所以嫌犯接下来虽然大概率会先从死者一家的社会关系网查起，但绝对不会是卷宗上的那些社会关系网，而是卷宗之外尚未被列出的社会关系网。因为如果真是出于仇杀，那么死者一家背后肯定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致使他们一家引发被仇杀的往事。徐教授，刚才的分析会上您怎么没说这些？这一点我和明月的想法一样，担心羊城治安局那边一旦察觉到这是一起冤假错案的话，那么嫌犯或许就会在接下来的追捕过程中因为拒捕而被击毙。宋先生，你这是？呀，是苏警官啊！我是搞设计的，习惯在黑板上进行初步构想，所以不管搬到哪都得背一块黑板。宋先生，方便了解一下你是搞什么设计的吗？平面设计。苏警官要是有需要的话，尽管开口，无偿给你提供设计，直到让你满意的那种。行，有需要的话找你。根据卷宗显示，死者唐文旭先是在羊城7中教语文，几年后被调到羊城3中，并且在羊城3中一待就是10几年。平时对待学生相对比较严厉，不过倒也没出现过什么出格行为。会不会是曾经出现过尺度失控的情况，而校方为了维护学校名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呢？不过如此性质的案件，料想校方就算是有再大的胆子，恐怕也不敢隐瞒。不对，卷宗上怎么没有他在7中时期的调查走访？难道是因为时间间隔太长，所以警方就没有去追溯？会有惊喜吗？说说吧，你是怎么被那逃犯制服的？周队，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方明显是有练过的。另外，从对方特意把我叫醒的这一点来看，他对自己的出手很有信心，否则他肯定不敢这么玩，因为只要失手，必然会让他置身于麻烦中。你的意思是，弄晕你的那人不是逃犯？对，如果是那个杂碎的话，他不可能会有如此身手。是不是他？很快就知道了。老林，怎么说？如果是他的话，那本绝地求生的小说里面应该很快就会出现这段内容。此话一出，阿泰猛地打了个冷战。如果对方真是那名逃犯，那他堂堂侦查支队的侦查员被通缉犯潜入家中挑衅，还被控制起来往嘴里塞满臭袜子的事，
就会人尽皆知，这比杀了他还要更加难以接受。你确定他的身手很好，并且是在主动把你给叫醒的情况下，然后仅仅一掌就让你失去了意识？周队，你怀疑我是编的吗？就算我要编，我也不会编这种说辞，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虽然逃犯不算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一个成天宅在家中写网文的写手，说他具备如此身手，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我说他不是那个杂碎，他的出手极其专业，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也对自己的出手有着绝对信心，否则不可能敢叫醒我后再出手，这绝对不是那个杂碎能做到的。如果不是他，那易容成你的样貌，然后跑到咱们侦察支队盗取621案卷宗的事，又该怎么解释？难不成说他还有同伙不成，并且是身高体型近乎一致的同伙？如果他有同伙，那么无论是他的伪装易容，还是入侵西红柿小说网，以及潜入我家里出手对我进行控制，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难道不是吗？你们先讨论讨论，我出去一下。周队，我跟你一起。周队，你这是要去找高明月对吧？对，他跟逃犯是同学，找他了解一下，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具备那种身手。你不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吗？你怀疑阿泰说的不是事实？我只知道他肯定不希望那个人是逃犯，如果真的是的话，这必定会成为他治安生涯中永远都无法被抹去的污点。周队，你这是？明月同志，有点事情想跟你核实一下，方便吗？方便，说吧。先前听你说你跟逃犯是高中同学，不知你认为他具备不俗身手的可能性吗？周队指的是那种能将一名侦察支队侦察员控制住的身手吗？高明月的话音刚落，周巡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因为在阿泰被人潜入家中控制起来这件事上，不仅是阿泰的耻辱，更是他们侦察支队的耻辱。高中那会他就挺喜欢运动，而且篮球打得也不错。不过高中毕业后大家就分道扬镳了。至于他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我肯定是了解有限的。不过以他那缜密的思维，我相信要制服一名熟睡中的人还是可以办到的。那站在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如果他先是叫醒对方，然后再出手，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叫醒再出手？你是说逃犯当时潜入那名侦察员家中后，在出手前还特意把对方给叫醒了？如果我猜的没错，在逃犯被审讯期间，那位叫阿泰的侦察员应该没少对他动刑吧？那就说得通了，这是典型的报复心理，一种将对方钉到耻辱柱上的报复心理，远比肉体伤害来得更加极致的报复。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有同伙？周队说的同伙是那种同时具备高超化妆术和顶级黑客技术的人吗？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周队觉得对方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给一名逃犯当帮凶吗？这也太牵强了吧。比起他有同伙的说法，他患有人格分裂症，并且是在第二人格被激发时做下的621案，这种说法更牵强吧？是吗？既然你觉得牵强，为什么之前在分析会上没有提出你的看法来呢？还是说你心里头并不认为逃犯是621案的真凶？如果说逃犯是被冤枉的话，那就这件案子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是羊城治安局还是你们侦察支队，可都是吃不了兜着走。我相信你主动请缨过来介入对逃犯的抓捕，恐怕也不是完全出于想将他抓捕归案吧。周巡这句话很明显是想试探一下高明月来羊城的真实意图，然而这点小九九又岂能瞒得过他这位心理学专家？刚刚还在想着找几个可靠的帮手暗中重查621案，没想到这两位就自己找上门来了。周队长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如果这真是一起冤假错案的话，哪怕后果是让我脱掉这身衣服，甚至是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也绝无二话。因为相比起我付出的那些代价，基于621案的性质，对方要面对的将是被判处极刑，是含冤丢掉性命。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我的余生都将不得安宁。那周队作为一名侦察支队的队长，你认为621案存在疑点吗？官大一级压死人。既然如此，那高专家为什么要在分析会上给出人格分裂症的说法？我只是说可能而已，并没有确切，不是吗？所以高专家到底是怎么想的？逃犯要抓，621案也得重新查。不知二位敢不敢？没想到那种地方竟然都能逃出来，可是又如何？你的结果早就已经注定了。看着眼前这条发布于6个小时前的评论，他的呼吸瞬间变得有些急促，直觉告诉他，这条评论很有可能就是陷害他的幕后黑手发的。是你吗？等着，我会亲手把你揪出来的。看着满屏的轻蔑与不屑，他刚想再说点什么，该评论已删除的提示就跳了出来，这让他顿时觉得精神有些恍惚。
这一刻，他彻底断定对方绝对就是621案的真凶。主线任务成功更新，奖励10积分。不错，又到账了，算下来已经有40积分，距离60积分开启一次性兑换还差2天。到时看看这系统究竟会给个什么惊喜了。苏警官，你这是刚下班啊？你们这也太拼了。不过也难怪，那个越狱的通缉犯现在还逍遥法外，并且一次次的挑衅警方，你们工作压力大也是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说都好，也得注意点身体才行啊。看你太憔悴了。谢谢关心，宋先生这是要出去吗？对，出去一趟。行，那就不耽误宋先生了。喂，周队。什么？他又更新了？我靠，阳城的治安局是干什么吃的？沃尼玛，这胆子也太大了吧！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警犬呢？阳城治安局就没有警犬的吗？这科目要是有警犬不就完事了吗？说警犬的智商是有问题吗？就他的反侦查意识，再加上阳城下了一场大暴雨，无疑大大削弱了警犬的作用。除非是近距离，否则警犬也够呛能够锁定气味。刚打开小说页面，铺天盖地的评论就席卷而来，并且所有评论区里的风向仿佛已经变得扭曲起来。那些义愤填膺、口诛笔伐的声音，感觉全都是冲着阳城治安局去的。对于逃犯的态度，反而是一面倒的崇拜和爱慕，这让在场所有的治安员一个个都看得咬牙切齿。林东能追踪到吗？还是不行。我从未见过这种篡改 IP 的方式，不仅绕过了所有防御，还让所有防御默认并且跟从指令。除此之外，还带有极强的挑衅性。先是绕了全世界一圈，然后又回到阳城。所以最终的定位在哪？阳城市府一把手的办公室，你们要过去查吗？什么玩意 ？IP 定位在阳城一把手的办公室，这他妈也欺人太甚了。西红柿小说网那边的情况如何了？能不能破解对方的入侵，将那本小说进行屏蔽下架？西红柿那边的技术员还是无法夺回权限，当地官方出动的技术员已经介入进去，包括我也远程参与了，但还是失败。对方的那些手段都是咱们从未见过的，诡异到了极点。终于出来了。刘老师，你是住这的吗？就这样过去怕是有些不妥，看来还得麻烦一下我泰哥去他家借一套衣服用用。侦查员2度被通缉犯潜入家中，他妈的，想想就觉得刺激。站住！干什么的？地产中介的，有业主想卖房，来了解一下房屋状况。来，哥，抽根烟。你怎么不走大门进呢？业主说在地下室等，所以就直接往这来了。行，去吧，那就。好的，哥，多谢了。卧槽，什么情况？这种主干到大白天的还能碰到临检？我易容啊，蒙混过去倒是问题不大。可这身衣服怎么解释？看来只能搏一搏了。呼叫总部，新城2路出现疑犯驾车窜逃，朝新丰街方向，车牌号南 PUZ0965。重复，新城2路出现疑犯驾车窜逃，朝新丰街方向，车牌号南 PUZ0965。哼，这特么是运气爆表啊！刚想制造一起车祸，立马就给我来个神助攻。周队刚接到消息，新城2路在设卡临检期间，有疑似嫌犯驾车撞开其他车辆窜逃，朝新丰街方向去了。是不是他？还不知道。但对方这次一定会落网的，绝对没有逃出包围圈的可能。闻言，一众侦查员脸上都绽放出了久违的笑容。然而还没高兴几秒，高明月一盆冷水就往他们头上浇了过去。不用想，绝对不可能是他，以他的脑子，不可能会在那种情况下做出如此不理智的行为，这和自投罗网没有区别。如果真是他的话，那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难不成他还会束手就擒吗？你说的没错，如果他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除此之外确实只剩下束手就擒的选择。但是你们觉得他会没有合法身份证吗？他连侦查员阿泰的家里都能潜进去，连治安局都进得了，他若想找张身份证来为自己做掩护，你们觉得很难吗？该干嘛干嘛去。这起撞车窜逃的事件继续跟进，
通知相关部门，不管对方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这边都得要个结果。徐教授，高专家，我们不能再继续跟无头苍蝇似的了。然后呢，我建议在全城所有大小酒店旅馆，包括出租屋，开展不间断的地毯式盘查，核对入住人员有没有化妆。一旦发现化妆的男性，就要求其立即卸妆，或者直接带回治安局接受调查。这并非不是个办法，问题是这样一来很有可能就会惊动他，只要让他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只要给他留出时间差，那这种行动将毫无意义可言。这样一来，如果他选择潜藏起来，在几百万人口的羊城里再想把他揪出，就只会更加之难了。那咱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老实说，我并不认为他会去找卷宗上出现过的那些人，因为意义不大，该问的我们都问了，该说的他们也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会不会是你们走访的还不够深入？据我了解，在621案的卷宗上，死者唐文旭最初在羊城7中任职的轨迹并无走访调查记录，还有死者魏文慧，你们同样没有对他进入羊城第2人民医院当护士之前在学校的轨迹进行走访调查。那些可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假设621案是仇杀，那么根据凶手的作案过程来看，毫无疑问那是极致的仇恨，刻入到骨子里的仇恨，在极端仇恨下蛰伏多年才进行报复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可如果这不是仇杀的话，那我们以我多年的侦查经验来看，621案的仇杀概率超过 95%。 这么说的话，逃犯不是621案真凶的可能性，在您看来也超过了 95% 吗？不，100%。他100%不是凶手。什么？100%不是凶手？虽然嫌犯不是凶手的可能性早就在周巡跟林国栋的心头挥之不去，但此时从徐华林口中听到这句100%，还是让他们的身体不禁晃了一下。接下来按照我说的，深入受害者一家的社会关系，重点排查之前你们觉得时间久远而没去深挖的那些。另外，嫌犯的社会关系也得重新好好查一查。若621案是仇杀，那么案发现场所发现的指纹跟头发就是栽赃陷害了。对方既然能获取到嫌犯的指纹跟头发，那就说明一定是认识他的，并且对他有着深仇大恨。徐教授，那嫌犯家里的望远镜正对着案发现场，这又该怎么解释？并且嫌犯亲口承认，那就是他自己买的，从来也没被挪动过。这些都是在他还没被严，是在他起初时就承认的。据我了解，有一些凶手作案后是会重返案发现场，从中享受那种扭曲变态的成就感。但在警方完成基础工作撤离后，几乎就没有凶手还会对案发地感兴趣。所以，基于嫌犯是凶手的可能性，从犯罪心理上来看，那他在享受完那种成就感后，是会主动移开镜头的。按照这么说的话，望远镜的角度对准案发现场这个事，难道只是个巧合？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巧合，但这个问题就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深挖受害者一家那些尚未被你们走访过的社会关系。徐教授，我还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假设嫌犯不是凶手，但真凶凭什么就认定我们一定会根据那一枚指纹以及头发就对嫌犯进行定罪呢？这就得问你们自己了。在明知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你们羊城治安局为什么会这么早结案呢？听到这句话后，周巡的表情明显变得复杂起来，但更多的是无地自容。灭门惨案，一家3代，如此恶劣的案子发生在小小的羊城，哪怕是疑点重重，但基于那些证据所在，就算他们想拖一拖往下再进一步，可奈何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们也不得不服从。尽快动起来吧，嫌犯在看到621卷宗后，很有可能也会往徐教授说的方向入手，咱们必须得赶在他前面，只要能赶在他前面，那就有很大的守株待兔的机会。谁呀？来了。您好，您这是？刘老师您好，我是治安局侦查支队的，我叫何泰，想找您了解一些信息，方便进去吗？行，您里面请。何警官，不知您找我想了解什么信息？是这样，据我们了解，最近因为灭门案去世的唐文旭，他以前和您是7中的同事，为了征集更多的线索，所以想找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听到唐文旭这个名字，刘文清的眼神瞬间显出一些不易察觉的伤感。凶手不是已经确认了吗？何警官，您还了解这些干什么？没别的，就是想补充一些信息。唐文旭当年在7中任教的时候，和您关系怎么样？我们当时的关系不错，记得那时候他比较腼腆内向，导致迟迟都融入不了我们当时7中的大家庭中，所以我就经常拉他去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聚会。慢慢的，他的性格就有所改变。那时的他虽不爱说话，
可却是当时期中所有男教师里面最斯文、最有君子气度的一个，这让我在无形中也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有一次听说我生病了，他特地跑来宿舍看望我，得知我宿舍里没有感冒药后，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当时我都还不知道他整的是哪一出，直到1个小时后，他湿漉漉的带着退烧药跟感冒药回来，我才知道他是冒雨出去给我买药了。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成了情侣，就这样甜蜜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次5一假期，他从老家回来后，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毅然决然的跟我提出了分手。再往后，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刘老师，在您觉得唐文旭当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那个阶段中，他有没有过什么反常的言行举止？就是一些让你觉得古怪且不解的言行举止？这个，何警官，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来。您说。他一向都不信那些封建迷信什么的，可是那段时候，我偶然一次发现他口袋里放着平安符，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异常？算。还有吗？我再想想。对了，还有就是有一次我们集体坐车出去露营时，途中有只羊跑了出来，坐在前排的他突然就紧张的大喊起来，当时司机还笑着说让他淡定别慌，离得还远呢。也是在那次之后，他就再也没参加过后面的活动了。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据刘文清的描述，当年唐文旭5一假期回老家很有可能是出了什么车祸。这么来看的话，如果621是出于仇杀，那唐文旭当年发生的车祸或许就有可能是这场仇杀报复的源头了。可问题是，这怎么会牵扯到自己头上来呢？10几年前那会自己才多大点？还是说自己跟唐文旭一家被杀，并没有任何实际关联，纯粹就只是凶手为了栽赃陷害，所以让自己来背锅，以此达到报复以及转移警方视线，从而实现金蝉脱壳的目的。看来得去一趟唐文旭的老家了。别的逃犯见到警察都是躲得远远的，可他作为一名被全城通缉的越狱犯，不但不躲，反而还和警察做起了邻居。苏警官，你这是准备清理一下屋里的东西，腾出些空间来。要帮忙吗？闻言，正愁找不到人帮忙的苏曼，看到眼前一大堆的杂物，下意识间到嘴边的那句不用，愣是被他给硬生生咽了回去。方便吗？方便，肯定方便啊。那行，帮我帮到楼下吧，待会我再找人来清走，可以吗？本来我想找搬运工的，但现在太早了，还找不着人，看着碍眼，所以就想着自己来了。当然可以啊，来，我帮你搬下去。这神态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宋先生辛苦了。客气了。还有什么需要搬下来的吗？没了，谢谢呀。行，那我先走了。宋先生，等会。怎么了？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就当是作为今天的答谢了。这点小忙不值得搭上一顿饭的。我不习惯欠别人的。这样啊，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就到楼下大排档请我吃顿小龙虾吧。可以。那行，我还有点急事，就先走了。警察同志，您这是治安局侦查支队的，来了解一些情况。了解情况？这是咱们村有人犯事了吗？你们谁是村委会的领导？我是村委会主任唐文忠。唐主任，是这样，有一起需要追诉的交通事故案件，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回答，不要有任何的包庇心理。啥？交通事故？是咱们村有人出交通事故了吗？不是最近的事，10几年前你们村里有人出过重大交通事故吗？10几年前，咱们村也就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有人买了小轿车，也没听说过有谁家开车出事的。确定没有？根据刘文清给出的那些信息来推理，唐文旭很有可能在15年前的5一假期出过交通事故才对，并且从来不信迷信的他，还开始随身携带平安符。从这一点来推断，唐文旭所造成的可能还是重大事故，甚至是牵扯到了人命。不对，咱们村当年有人有车。唐成辉家里有车，10几年前。对，唐成辉家里的车就出过事，被唐文礼那小子开出去撞了人。闻言，他身上的汗毛立即竖了起来。虽然说的不是唐文旭，但确定了有这么一桩事，那对于他而言，无疑是前方的路又亮了几分。这唐成辉跟唐文礼是怎么回事？说说。唐成辉是咱们村最早出去闯荡的那几个人，也是咱们村里的首富。我呸，他是村里的一个屁！
赚那么多钱也没见为村里做一丁点贡献。早些年想让他捐点钱给村里建设硬地化道路，这样也能方便他的小轿车出入。可人家那是一拖再拖，年年清明回来都说明年搞明年搞，他娘的！想起来老子就一肚子火。不过现在咱也问不着他了，人家现在是外国人了。外国人？那可不，以前一家子清明时还回来一下，现在移民到外国去了。这下好，连清明都不回来扫墓了。别这么说，人家虽然没回来，但每年清明都让唐文旭来扫的墓。只是这回唐文旭一家都挂了，以后怕是没人再帮他了。唐文旭？对，就是之前在市区被灭门的那个唐文旭。他跟你刚说的那个唐成辉是什么关系？咱们村是按辈分取名的，成字辈往下是文字辈，所以唐文旭管唐成辉是叫叔的，不过并不是亲叔。怎么说呢？唐文旭他爹跟唐成辉是堂兄弟，所以俩家人清明扫墓祭祖时，有一些祖坟都是共同扫的。说说那个叫唐文礼的吧。你们刚刚说他10几年前开唐成辉的车出了车祸，是怎么回事？这是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毕竟都整出人命来了。还记得这件事发生的大概时间吗？大概时间，我想想。还想啥想？我记得好像就是那年的5·1劳动节小长假。5·1劳动节，全都对上了。关于唐文礼当年开车撞到了人这事，你们有多少了解？这件事咱们也只是听说，具体是不是事实，咱们也不敢确定。就讲讲你们听说来的那些。我记得当时好像说是那天夜里，唐文礼开着唐成辉的小轿车从镇上回家时，不小心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有人说那女的当时应该还没死，如果及时叫救护车是能救过来的，但又有人说那女的就被撞出10几米远，当场就没了。也有人说唐文礼当时喝了酒才出的这事，但我觉着吧，唐文礼喝酒的事不靠谱，他要是喝酒肯定有人跟他一块喝的，可压根就没传出他有跟谁喝过酒。但不管怎样，这都不重要了。唐文礼后来也进去待了3年。在你们的那些听说里，当时唐文礼撞人时有人看到吗？这就不知道了，同志，咱们这都是听说的。您要是想了解的更详细些，可以直接到咱们当地的治安所了解啊，毕竟当年这场车祸可是闹出了人命的。此话一出，他的内心顿时一紧，显然对方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毕竟若想了解这些，只要给当地的治安部门打个电话，立马就能了解到具体的详细情况，根本就用不着来找他们询问。可此时的他早已顾不得那么多了，相比起冒巨大风险去当地治安部门了解，他这个假警察最好的选择无疑是从唐文忠等人口中套取信息。这个不用你提醒。那个唐文礼现在还在村里生活吗？早就没了。他蹲完3年牢出来后，虽然每年清明都会回来扫墓，但一问到他现在在哪里发财，他都笑着说是搁外面当苦力。看来这一趟算是来对了。下一步，若是能查到当年因为被撞丧命的遇害者，毫无疑问，那将会成为进一步的突破口。唐主任，你知道当年被唐文礼撞到的遇害者是哪里人吗？好像说是韩潭村那边的。行，唐主任，谢谢你们的配合。客气客气，这都是咱们应该的。主任，你说市局的侦查来调查这些干什么啊？你问我，我问谁去？人家是市局侦查队的，难不成会跟咱们说他们的目的吗？该不会是当年唐文礼撞人那事又有什么情况出现吧？管他呢，那都不是该咱们操心的事。何警官，不知您是想了解什么？找你们了解一下10几年前的一桩交通事故，遇害人是你们村的村民。10几年前？何警官，你说的是李桂兰吗？李桂兰？怎么，我还没说是谁，马主任就知道了？印象这么深刻吗？何警官，你别多想啊，主要是咱们韩潭村这么多年来，总共也就出过这么一桩村民因车祸身亡的事，除了李桂兰之外，肯定没别人了。马主任别慌，我没别的意思，跟我说说李桂兰的家庭情况吧。李桂兰的家庭情况有什么问题吗？李桂兰的家庭情况早就被抹掉了，没情况了都。什么意思？这不，当年李桂兰出车祸后，她丈夫马洪明也不知道是想讹钱还是精神出问题了，硬是说撞死他老婆的不是那个穷小子，3天2头去上访。有一天，由于下雨路滑的原因，他骑着摩托车从一个山坡上摔了下去，人直接就没了。这下倒好，可怜了他那俩闺女，直接成孤儿了。在之后呢？在之后就是马洪明的妹妹照顾了那俩闺女几个月后，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继续照顾他们，只能让福利院那边给接走了。但是听村里人说，那俩孩子在福利院也没待太久，就偷偷跑了出去，往后就没再有听说过什么了。马洪明的妹妹叫什么？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吗？她呀，找不着了，听说早几年就病逝了。说起来，她也是个苦命人啊。听到这，
他的眉头不由得紧皱了起来。跟之前在平遥村获知到那些让他看到光明的线索不同，这回在寒潭村获知到的这些信息，让他感到了有些棘手。如果说621案是报复性的仇杀，那马红明、李桂兰的近亲之人，无疑就是下一步的怀疑方向。可问题是，与他们夫妇相关的亲人，似乎就只剩那2个10几年前从福利院跑出去的女孩。可根据案发现场警方的一些勘验结果来看，这起案件明明又是男性所为，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马主任，马红明那2个女儿应该是被你们当地的福利院给接收的吧？不知那个福利院还在不在？那福利院啊，早就关了。那个福利院叫什么？你知道当时福利院的领导或者相关工作人员叫什么吗？就叫心仪第3福利院。当时跟他们对接工作的就是我，所以我倒是还有点印象，不过只记得那个院长，其他人记不清了。院长叫什么？好像叫黄什么来着？黄玉珠。对，就是叫黄玉珠。是你们本地的吗？现在能找着他吗？是咱们本地的，当年咱们就用本地话交流呢。不过至于他具体是哪的人，我就不太清楚了。哎，不对，能打听啊。怎么说？我女儿是在镇政府当文员的，我记得她好像有说过。当年那个福利院院长后来进了镇妇联工作。何警官您等会，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喂，小娥啊。爸，怎么了？这是我上班呢。有个事问下你，这不是治安局的侦查员来咱们村委了，想了解一下马红明那俩闺女的情况。说着说着就说到福利院那去了，想找你问问当年福利院那个黄院长现在在哪。他呀，去年就已经退休了。怎么才能找着他呢？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他好像是住在镇上的元丰家园。马主任，感谢你的配合。应该的应该的。何警官，不知你们查李桂兰、马红明的事？马主任，你作为村委一把手，难不成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吗？懂的懂的，治安机关办案不是宜对外透露情况吗？是我多嘴了。行，先走了。回到车中，想着今天获取到的一系列信息，他再一次陷入了沉思。唐文旭、唐文礼、唐成辉、李桂兰、马红明他妹妹，还有马红明那2个被福利院接走后又偷跑出去的闺女，这一系列的信息整理成一条相对完整的脉络，看似掌握了不少信息，但实际上对于下一步的突破，无形中仿佛又被卡住了。唐文旭已死，唐成辉一家移民国外，李桂兰跟马红明夫妇早在10几年前殒命，马红明那个孤家寡人的妹妹早几年也因病去世。整个信息链条中，活着的就只剩下唐文礼以及马红明那俩闺女，甚至是唐文礼死没死都不好说，毕竟对方是当年那场车祸事件中的重要人员之一。至于说马红明那俩女儿，想要获取到他们的相关信息，唯一方向似乎只有当时接收对方的福利院了。警察同志，您这是？黄玉珠院长是吧？我是市局侦查支队的，我叫何泰，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来，进屋坐，进屋坐。何警官，你过来是想找我了解福利院的事，是吧？您怎么知道我找您是想了解福利院的事？就冲你喊我院长啊！福利院关停10来年了，我不当那个院长也10来年了，现在喊我院长的人已经没几个了。何警官，说吧，你想了解什么？行，那我也就不兜圈子开门见山了。黄院长，在您就任心仪第3福利院时，你们福利院接收了一对西川寒潭村的姐妹，对吧？话音刚落，刚刚还满脸笑容的黄玉珠立即褪去了脸上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成了说不出的复杂，还有隐隐的愧疚自责。何警官，你问这个事？黄院长，目前暂时不适合给您透露太多，您只需要给我提供一些当年的相关情况即可。说起那对姐妹，她们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直到现在我还在自责咱们福利院在接收他们之后，疏导工作没有做到位，更自责福利院的大意疏忽，没能把他们看管好，以至于他们在福利院不到半年就偷偷跑了出去。后来呢？你们福利院出去寻找过吗？找了，就连我自己都亲自出去找了半个月。虽然有不少人说见过那俩孩子，但咱们始终都没能把他们给寻着。他们当年一个8岁，一个6岁，就这么大点的孩子流浪在外面，可怎么活呀？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能走出那件事，以至于到现在也都还时常梦见她们姐妹俩。只有知道她们姐妹俩如今在好好的生活着，我那颗悬了10几年的心才能放下。所以我也嘱咐我那个在新一分局当警员的儿子，让他一定要帮我把他们给找着。当警员的儿子？靠！这是假警察进了真警察的家。得知这个消息，他立马就产生了强烈的离意。
只要对方那位在信宜分局当警员的儿子回来，他10有8九就得露馅。因为警方无论是办案还是一般上门走访，按照规定都得2个人或以上，光是这一点他就不好蒙混过关。黄院长，我们长话短说，你有那对姐妹的照片吗？有，她们姐妹俩进入福利院后给她们拍的，我一直都保存着。您稍等一下。虽然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我一直都小心的保存着。黄院长，我得拍一下。何警官你拍吧。好了，黄院长，咱们就先到这吧。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到时再联系你。好。何警官，如果你们找到她们姐妹俩了，请你务必要告知我一声，好让我这颗悬了10几年的心得以放下。行，一定。妈，我刚才好像看到一名警员从楼道走出去，什么情况？是治安局侦查支队的。是治安局侦查支队，侦查支队来信宜了。不对呀，分局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呢？这不应该。还有，侦查员出来走访，基本上都不怎么穿警服的。他们来干什么的？也没干嘛，就是找我了解当年马小丽、马小玲姐妹俩被新宜第3福利院接收的事。那姐妹俩有消息了吗？要是有消息就好了，可惜没有。对方只是来打听一下他们当年跟福利院的事而已。我也不知道市局侦查队那边怎么样来问这些。我有问过对方怎么回事，但对方没说。最后拍下姐妹俩当年合照的那张照片后就走了。刘东林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很明显，如果对方想要了解那对姐妹在福利院的事，肯定会先从新宜分局那边进行过问了解才对，不可能会直接冲着他妈来。妈，他们是几个人来的？就一个人，怎么了？一个人。对方有给你出示警员证吗？有，好像叫什么何泰。何泰。听到这个名字，刘东林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头皮都不由得一阵阵发麻。因为何泰正是他在南岳警官学院时的学长，并且交情很深。如果真要是他来新宜，必定会先跟自己打声招呼。东林，怎么了？你这是？没事，我去打个电话先。喂，东林，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泰哥，你现在在哪呢？在哪？什么意思？刚才有个自称是治安局侦查支队的侦查员来我家，找我妈了解新宜第3福利院发生在10几年前的事。我妈当年是那所福利院的院长。然后呢？那个自称是治安局侦查支队的侦查员就叫何泰。什么？你意思是有人冒充我去找你妈，调查发生在10几年前的事？是治安局侦查支队侦查员自称何泰。如果那人不是你，那就肯定是冒充你了。而且据我妈所说，对方当时还出示了相关的警员证。刘东林这一番话让阿泰止不住的慌张起来，不自觉的就想到那位先是入室弄晕他，然后又盗走621案卷宗的逃犯。是他，一定是那个杂碎。泰哥，这是得上报才行，毕竟冒充市局侦查员，还穿着一身警服在外头流窜，这是可大可小。等一下，先别急着上报。听到刘东林说对方还穿着一身警服后，他立马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直觉告诉他，对方身上的警服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等我电话。挂断刘东林的电话后，他急匆匆地便往家里走去。当看到原本挂在衣架上的那一身警服赫然已经不见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欺人太甚，他妈的简直是欺人太甚！连着2天潜入我家里，先是把我打晕控制起来，完事回头又来偷走我的警服，这要是再传出去，我阿泰还怎么在市治安局立足，还怎么在侦查支队立足？不行，不能将这事上报给侦查支队那边，否则侦查支队一定会跟进，一定会怀疑那个杂碎身上的警服由来。泰哥，东林，这事暂时先别上报，我亲自过去一趟新宜先。点了5斤小龙虾，还有些这儿的特色烧烤，你看看还要吃点什么？苏警官，你太客气了，只是帮你搬了一点东西，举手之劳，小事一桩，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的。我说过，我不习惯欠别人的，要不然我心里总觉得不舒服。所以为了能让你心里舒服，那我今天得敞开了吃才行啊。那就最好了。既然苏警官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成功更新章节，奖励10积分。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一块只有我能看见的虚拟面板浮现在了我的面前。
一次性技能兑换商城启动成功，以下技能任选一样：高级格斗术、高级驾驶术、高级谈判术、高级烹饪术、高级黑客技术，所需积分60，有效使用时间120分钟。靠，充电6天却只能使用2个小时，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再就是这些技能等级怎么都是高级啊，一个神级的都没有。我去，那个逃犯的小说又更新了。我靠，还真是。那家伙今天这么早就更新了。哇塞，这也太牛了吧！拨打114把侦查员从家里骗下来，借此确定对方居住的楼层，然后潜入对方家里，将对方弄晕，伪装成对方的模样，完事进入治安局查看卷宗。这尼玛也太逆天了吧！如果这小子写的这一章不是虚构的，那治安局侦查支队的人属实不是一般废物啊。虽然这波操作比走钢丝还要作死，但不得不说，看着是真带劲啊。就作者这么干下去的话，我真担心到时候万一被警方给发现了踪迹，怕是被直接就地击毙都有可能。恕我直言，我越来越觉得作者是冤枉的了，要不然哪个灭门凶手敢这么整啊？估计早就跑没影了。食客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言语之间不但透着对作者的那股子狂热崇拜，更是对羊城侦察支队进行了各种不堪入耳的贬低羞辱。这些话听在一旁苏曼的耳中，就犹如一根根的针刺，直击他的灵魂深处。混蛋！苏警官，难道你们真就拿那家伙没辙了吗？再让他这么挑衅下去，治安局跟侦察支队还怎么有公信力可言？老百姓还怎么去相信治安局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跑不了的。再这么下去可不行。不说别的，那本小说就已经造成极其之大的影响了，导致他如此猖狂的接连挑衅警方。可人们非但没有跟治安局同仇敌忾，反倒是成了他的狂热信徒。你说说，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先吃东西吧。抱歉啊，苏警官，我话有点多了。宋先生，你先吃，我上个洗手间。如果能黑入苏曼的手机，让其手机成为自己的窃听器，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很大程度上能够及时获知到羊城治安局侦察支队的许多动向？兑换高级黑客技术。怎么不吃呢？这不是等你一起吗？不用等我的，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幸亏赶上了，接下来只要电脑不关机，那么羊城侦察支队的动态就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假设马鸿明说的是真的，撞死李桂兰的不是唐文礼这个孤家寡人的穷小子，那结合走访下来的信息，毫无疑问，唐文旭的嫌疑就是最大的了。如果说真正的肇事者是唐文旭，唐文礼只是给他顶包的，这样来看，唐文旭5一假期结束后的一系列反常就显然合乎情理多了。如果这就是当年的真相，那么621灭门案的复仇源头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那场车祸事故。听黄玉珠说，马鸿明、李桂兰那对女儿当年一个8岁，一个6岁，按时间推算，现在也已经有23、24岁了。如果要报复，必然已是具备相应条件的，并且也有报复的绝对理由。对方不仅撞死了他母亲，还间接导致了他父亲的身亡。但问题是，621案的勘查结果明明显示的是成年男性所为，而且能够肯定是单人作案。羊城侦察支队的能力水平虽然不敢苟同，可在勘探案发现场进行基础结论这一点上，应该是不至于出问题的。难不成说这是有人在帮马鸿明的女儿报仇？男朋友还是丈夫？如果你真是无辜的，那就自首，相信我。GMY 高明月，难道是我的那位心理学天才同学来羊城了？早就听说你现在去了省城工作，这说起话来是越来越有底气了。就是不知道你是想来帮我洗刷冤屈呢，还是来辅助羊城治安局抓我的？周队长，昨天的走访情况如何？去了一趟羊城七中，但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先说说走访情况，根据羊城七中那边反映，唐文旭为人腼腆不爱说话，并且尤为斯文谦逊。可由于他并不爱说话这一点，这也使得他很长时间都没能融入到七中的教师大家庭中。周队长您继续。不过唐文旭那种腼腆的性格后来也渐渐得到了改变，说起来还得益于一位叫刘文清的女老师。那时候正是那位叫刘文清的女老师总是想方设法拉上唐文旭一块参加他们七中教师的私下活动。好几次下来之后，唐文旭不爱说话的性格也渐渐有了好转。对于唐文旭这个人，那位叫刘文清的女老师是怎么说的？联系不上刘文清。什么？联系不上？对，校方说刘文清因为她婆婆的身体原因请了几天假，从校方那儿获得刘文清的联系电话后，咱们打过去，要么是提示不在服务区，要么是对方无法接通，
就今天早上我也还打了一次来着，仍然打不通。唐文旭的妻子魏文慧还有他母亲马淑芬那边呢，有重新梳理他们那些被你们之前所遗漏的社会关系吗？有没有什么异常发现？这个工作量不小，一时半会还没来得及重新梳理，毕竟就我跟老林2个人，人手有限。周队长，队里还有谁是信得过的？我没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让咱们的暗查扩散出去而已，要不然你们支队里的其他人以及阳城治安局的相关领导恐怕会对咱们有意见。苏曼吧。行，既然是周队长信得过的人，那就让他参与进来吧。徐教授，高专家，你们确定重新查621案受害者的关系网真有用吗？真能顺藤摸瓜找着逃犯以及621案的实际疑点吗？我只能说，目前这个方向是最值得咱们去深入的方向。至于能不能顺藤摸瓜把逃犯给摸出来，能不能找到621案的实际疑点，没人可以保证得了。既然如此，高专家，你们此番过来，更多的只是想还你那位老同学一个清白。我说的对吧？你想说什么？如果对方真不是621案的凶手，我过来还他一个清白，那又如何？难道说冤假错案还应该成为治安系统的优良传统不成？高专家，我没那个意思。如果对方真不是621案的凶手，那么还他一个清白是必须的。但是咱们是不是有必要将主次分清？当前的当务之急，说到底还是得将他抓捕归案在先，不是吗？那您觉得咱们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如何去分清你口中所谓的主次？阳城的天罗地网一直都在施布着，阳城警方的盘查也都一直没断过。可事实是，过去了那么多天，早就已经错失了抓捕黄金期。这种情况下，继续开展那些常规盘查，你觉得意义大吗？我不否认你说的这些，但我想说的是，如果高专家跟徐教授提供的方向思路是错的，这将意味着咱们不但要白忙活一场，还会浪费很多时间。是吗？难道你们之前不一直都是在白忙活，不是一直都在浪费时间吗？既然都已经白忙活这么久了，那还差这一点吗？好了，老林，去把苏曼叫过来吧。看了《绝地求生》的最新内容了吗？看了。如果他不是瞎编的，而是真的潜入治安局盗取了621案的卷宗，那就说明他要自己去查了。你想说什么？要不先离开阳城吧？怎么？你觉得他还能查到我身上来不成？他太邪乎了，不但将阳城警方牵着鼻子走，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伪装进入治安局盗取卷宗内容。难道我就没有将阳城警方牵着鼻子走吗？可是别说了，在他被重新抓回去接受极刑判处之前，我不可能离开阳城。你知不知道，那本小说已经让很多人开始相信他是被冤枉的了？这不是更好吗？那本小说的热度越高，影响力越大，不见得会是坏事。如此一来，阳城治安局那边的相关负责人员为了自保，肯定会不惜一切去找到他，然后来上一出罪犯拒捕被毙的戏码。因为只要他一死，621案就算是尘埃落定了。周队，您找我？委派你个任务，出一趟差。出差？对，去一趟邻省南湖金陵县的高山村，找一个在阳城七中任教叫刘文清的女老师。这么快就查到刘文清了？看来这位老同学，我还真得提防着点。你竟然还敢来找我，这倒是让我挺意外的。谭叔，我知道错了，如今我天天都在忏悔。打住，你不会是来找我借钱的吧？不是的，谭叔，我早就已经金盆洗手了，现在找了份跟我大学专业对口的工作，虽然目前赚的还不多，但也勉强能够度日了。你个烂赌鬼，快别辱没了金盆洗手4个字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顶多也就算是洗心革面。您说的对，只是可惜我醒悟的太迟了，害死了我爸妈。如果你说的都是真话，那也不枉你父母当年散尽家财去救你，相信他们也能安息了。说吧，过来找我什么事？是这样，我想找您帮我画几张像。画像？给你画像？不是给我画像，是给他们。这是我一个朋友的2个妹妹，她们15年前失踪了，当年一个8、9岁，一个6、7岁，找了10几年都没有任何线索。我想到您是人像大师，所以想找您看看能不能根据姐妹俩当时的照片模画出她们现在的样子来，这样方便我那朋友继续去寻找她们。这很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实际。从孩童时期到成年过程中，人的面部会经历许多显著的变化，就算勉强去勾勒出来，估计也不会很精准的。谭叔，您说的这些我也明白，但总得就这一缕希望去尝试一下，不是吗？我以前看您做的那些画作，从婴儿到老人各个阶段的画像都有，想来您应该很有经验的才对，所以能不能浪费您一些时间帮我谋划出几个版来？唉，也罢，那就试一试吧。但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人，概率还是很低很低的，不要抱太大希望。我明白，不管希望大不大都好，也总比在绝望中什么都干不了来的强。所以辛苦谭叔您了。行吧，我尽力。
明天这个时间点过来拿吧。好，谢谢谭叔。你那个同学越狱后没找过你吧？没有。谭叔，您怎么问起他来了？你不是跟他关系特别好吗？当年你读初中那会还带他来过我这，虽然只跟他见过一次，对那小子我还是挺有印象的。只没想到他竟然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如果他找你的话，你悠着点，千万别被扯进去了。就他那事，一旦被扯进去，形成包庇性质，免不了得吃牢饭。他真要是来找我的话，那我也总不能转过头就报警抓他吧。我听说警方对他开出的悬赏已经到了50万。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够讲义气啊。放心吧，谭叔，他不可能会来找我的。行，回去吧，明天这个时间再来拿话。好的，谭叔，明天见。老宋、嫂子，虽然迟了些，但终究还是醒悟了，你们安息吧。周队，我跟老林到金陵县了，现在跟金陵县分局的伙计在一块。不要进行任何的休整，刘文清那边的电话我还是打不通，你马上赶到高山村找他进行走访。根据徐教授跟高明月的分析判断，那名逃犯很有可能已经在自行调查621案了。是，看来宋志飞这个身份怕是保不住了。谭叔，你明天可得给我带来惊喜才行啊。两位警官，你们这是？刘老师别紧张，我们就是过来找你打听点消息，打你电话打不通，听七中的领导说你请假回老家了，所以我们就只能跑一趟了。你们是从阳城过来的？对，阳城市局的。我手机今早不小心摔坏了，还没来得及处理，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这么大老远的跑一趟。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刘老师，知道你现在忙，所以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找你主要是想问问唐文旭的事儿。唐文旭的事不是之前已经问过了吗？你说什么？之前问过了？对呀，前天你们市局侦查队的侦查员来找过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刘老师，找你的那名侦查员叫什么？叫什么何泰？对，叫何泰。李局，您找我？我听说现在网上出现了很多为621案犯鸣不平的声音，是吗？是的，您知道，互联网上的民众一向听风就是雨，只要有人把节奏带起来，那就少不了一大片人云亦云的。我问你，621案有没有可能真是一起冤假错案？你作为主要侦办人，心里应该清楚吧？李局，至少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被冤枉的。随着那本小说的发酵，上头对阳城目前的情况已经高度重视起来，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哪怕将整个阳城掘地3尺，哪怕将阳城所有人口进行全员筛查一遍，也必须要将案犯给我揪出来。如果发现对方有反抗拒捕之意，就地击毙。